请你现在稍微停下手边的事情，摊开双手看看，你的无名指是不是比食指还要长？千万别以为这只是一种外在特征上的巧合，它里面其实藏着你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福报密码。在佛家因果业理中，它印证着相由心生，受由业转。你的食指代表的是后天的自我执念与控制欲，而你的无名指代表的则是你先天带来的生命能量，是你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福报本金。今天我将为你揭开隐藏在这指尖里的长寿玄机。看完今天的内容，你不仅会明白自己命里带着多少福气，我还会告诉你，如果你刚好是接下来要盘点的5个生肖之一，注定能逢凶化吉，安稳自在地活到100岁。在内容的最后，我更会透过日常最微小的举动，教你如何不花1毛钱，把这些好运通通存进自己的生命里，为自己和子孙积攒深厚的福报。当一个人的无名指比食指还要长，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个人在过去生中一定做过很多清净的业行，他们可能从不杀生，甚至常常救护微小的生命。他们可能非常乐于布施，愿意把拥有的一切分享给别人。他们心地善良，不与人结怨。正是因为过去世种下了这些善因，今生才会在手上开出这朵灵性的花，赐予他们一种不容易被耗损的生命底蕴。所以能有这样的外在特征，真的不是偶然，那是你用真心行善、积德修福换来的礼物。若你的无名指比食指长，我真的要恭喜你，说明你自带了非常深厚的福气。更难得的是，倘若你刚好属于接下来我要点名的5个生肖之一，这辈子便具备了安稳活到100岁的福缘与慧命。那么究竟是哪5个生肖？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宿世姻缘呢？在12生肖的姻缘中，首先要提及的是承载着忍辱波罗蜜特质的生肖牛。属牛的朋友天生带有一种踏实稳重的气场，而这份特质在佛法中恰恰与忍辱波罗蜜有着极深的因缘。这份在红尘中修持的耐力，究竟能为生命带来多大的福音呢？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南部乡间的真实故事。有一位种芒果的老果农，一辈子没跟邻里红过脸。南部的太阳总是特别毒辣，务农的人看天吃饭，心情难免跟着天气起伏。有一年遇到了大旱灾，好几个月没有下雨，沟渠里的水源变得非常稀缺。大家为了引水灌溉自家果园，常常在半夜里拿着手电筒去寻水路。有时候这位老果农辛苦引来的甜水，半夜被隔壁果园的人偷偷劫走了，或者果园的交界处田埂被别人故意往内推，占了一点便宜。村子里的旁人看了都替他抱不平，气得跳脚，劝他去找村长来主持公道，甚至要帮他去跟对方吵架。但他总是拿着斗笠扇了扇风，笑笑地说：没关系啦，大家都是出外讨生活，为了几颗芒果伤了和气，不值得，吃亏就是占便宜，水没了我们再慢慢饮，大家平安就好。很多人觉得他傻，觉得他软弱好欺负，但你仔细观察，这位老果农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饭总是吃得特别香，晚上躺在竹边的藤椅上，吹着微风，不用10分钟就能安稳入睡。到了80、90岁，他依然每天骑着老旧的脚踏车下田除草，身子骨硬朗得很，每天都神清气爽。反观那些天天为了几寸土地跟人吵架，为了几斤水争得面红耳赤的人，常常因为气愤难平而心火旺盛，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心力交瘁，老得特别快，福报也流失得快。
佛经里说，一念陀心起，百万障门开。生气计较、怨恨是世间最消耗生命能量的情绪。每一次发脾气，你的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这就像是在你累积了好几世的福报存款里疯狂提款。无名指较长的属牛人，因为过去世修习了忍辱的智慧，今生懂得看淡得失，不轻易动怒。他们明白，世间的财富和土地都是带不走的，只有清净的心念才是真正的宝藏。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他们不会在心里打上怨气的死结。既然不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自然就能守住元气。这份无比平和的心境，就会化作延年益寿的护盾，让他们能在这纷扰的世间稳稳当当地走到100岁。属牛的朋友在日常的社区生活中更是忍辱的典范。你看那些每天清晨在地方活动中心或是公园里打扫的志工，很多都是属牛的长辈。他们默默拿着长长的竹扫把，把满地的落叶扫净。即便有时遇到一些不讲理的年轻人乱丢烟蒂，甚至嫌他们扫地扬起灰尘而大声斥责，他们也不会当街对骂，只因他们懂得佛法里忍辱波罗蜜的真谛，于是只是微微一笑，双手合十说句阿弥陀佛。拍谢啦，我扫轻一点。在他们眼里，每一次的低头与忍让都不是吃亏，而是在消除自己过去生的业障。正是这种不与人起冲突、和气生财的修持，让他们的身心特别通透，气血自然顺畅，自然能安稳长寿，福报绵延。既然忍辱能为生命扎下稳固的根基，那么另一种能让生命之火绵延不绝的修行，便是禅定。这就对应着12因缘中心思细腻、静气内敛的生肖蛇。对于属蛇的朋友而言，他们的性格往往比较内敛，心思也非常细腻，看事情总是能看到更深的一层。相比于向外的包容，他们身上更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静气，而这在佛家看来，正是过去生中修习禅定所留下的善果。我们常以为禅定就是要到深山古寺里去打坐，或者是关在房间里不跟人说话，其实不然。大乘佛法告诉我们，真正的禅定是在这红尘俗世中，在最吵闹、最复杂的环境里，依然能保持内心的安稳。想象一下，在一个喧闹无比的传统菜市场里，那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清晨5、6点，机车的引擎声，猪肉摊剁骨头的声音，周围都是讨价还价的吵杂声，还夹杂着婆婆妈妈们七嘴八舌的八卦闲聊，甚至有时候还会遇到脾气暴躁的客人，因为1、2块钱的差价而破口大骂。但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一位卖青菜的阿嬷，他的摊位不大，菜却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排得整整齐齐。面对外面的纷乱，他总是安安静静地挑着菜叶，把枯黄的部分仔细摘掉。有客人来买，即使对方挑3拣4，嫌弃菜不够嫩，价格太贵，他依然不愠不怒，笑脸迎人，甚至还会多送一把葱。没人来的时候，他也不像其他摊贩那样焦虑地东张西望，他就静静地坐在那张红蓝塑胶椅上，手里轻轻捻着一串旧佛珠，嘴里默念着佛号，心念完全不随外面的喧嚣起伏。有一次，一个中年妇女气冲冲地跑来，把一袋菜重重地摔在他的摊位上，大声指责说昨天的菜里面有虫，要求退钱，还要求赔偿。旁边的摊贩都看不过去了，准备帮阿嬷吵架，但阿嬷只是平静地站起来，双手合十道了个歉，二话不说就把钱退给了对方，还温柔地说：真不好意思让你生气了，这点钱退给你，
祝你今天顺心。”那个妇女原本准备了一肚子的难听话，被阿嬷这份平静与慈悲一照，瞬间羞愧得红了脸，默默拿着钱走了。这位阿嬷就像是一盏不被狂风吹灭的灯，外境再怎么乱，风再怎么吹，她的内心依然安定如水。这就是深厚的禅定功夫。生命的长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内心的平静程度。无名指较长的属蛇人天生懂得向内关照，他们不会跟着外界的风吹草动而惊慌失措。这种禅定的力量让他们的生命之火得以绵长不绝，不疾不徐地安稳燃烧到100岁。他们的心就像一潭清澈的湖水。再来看看属蛇的长辈，他们的禅定功夫在每天黄昏的社区街角最能体现。每当傍晚垃圾车那首熟悉的音乐声响起，巷弄里总是挤满提着大包小包的邻居。有时大家为了争抢倒垃圾的先后顺序，或者因为资源回收没有分类好，被清洁队员念了2句，常常会在街边吵得不可开交。但属蛇的朋友总是安安静静地站在一旁，不争不抢。他们的心就像一面平静的镜子，看着眼前的世间百态，内心却在默念着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别人因为一点小事气得晚饭都吃不下，他们却能把每天倒垃圾、买菜这份纷乱的日常当成修心的道场。这份八风吹不动的定力，让他们的心气平顺，夜夜安稳。这正是他们在滚滚红尘中越活越年轻的长寿秘诀。向内关照修得清净心后，向外广结善缘，则是福报的源泉。在佛法中，大行布施之道，种下广大福田的，往往是带着广阔胸襟的生肖龙。属龙的朋友自带一种大气与格局，做事往往不拘小节，乐于助人，身上总有一股不服输的生命力。这对应的是佛法中的布施与广结善缘的广大胸怀。曾经有这样一位长辈，年轻的时候白手起家，开了一家做五金零件的小工厂。他把员工当成自己的家人，中午大家都是围在一起吃简单的便当。只要看到哪个员工家里有困难，比如小孩子遇到难关需要急用钱，或者是老家房子漏水需要修缮，他总是二话不说，偷偷塞一个厚厚的红包帮忙渡过难关，而且从来不要求别人还钱。碰到快过年的时候，就算那年工厂没赚什么钱，他也会自己去借钱发年终奖金，让大家都能过个好年。后来大环境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许多订单都被取消了，他的工厂苦撑了2年，最后还是不得不收起来。清算的时候，他变卖了家里唯一的一栋透天厝，把所有的钱都拿来发放员工的资遣费，自己则带着太太搬到了狭小的租屋处。当时大家都以为他晚年生活会非常拮据，孤苦无依。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当年那些受过他恩惠的年轻人，后来各自在不同的领域有了发展。当他们知道老板的近况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回来找他。逢年过节，租屋处总是挤满了提着大包小包来看他的前员工。有人开了餐厅，常常送来丰盛的饭菜；有人开了店面，经常主动送来营养补给品，细心照顾他老人家。甚至后来，大家集资帮他在乡下买了一小块地，盖了一间舒适的平房让他养老。他虽然在名义上破产了，没有家财万贯，却活得比谁都丰盛，安心每天都有人陪他喝茶开讲。佛家说，财物如流水，唯有福报随身。世间的财物是会枯竭的，生意会有起落，但你用真心种下的善缘福田永远不会消失。无名指较长的属龙人，过去世多有护持正法、慷慨布施的善行，他们今生所散发出来的慈悲磁场，
总能吸引到生命中无数的贵人。当灾厄来临，或者人生跌入谷底的时候，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化作千百双温暖的手，将他们托住。这份深厚的福报底蕴，正是他们能够安享高寿、逢凶化吉的关键。他们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善有善报的经典。属龙的长辈布施的习惯早就刻在了骨子里。在中南部的许多老庄头，年轻人多半北上打拼，留下许多独居的老人家。属龙的朋友只要自家厨房多卤了一大锅喷香的肉燥，或是自家菜园里种的地瓜叶收成了，绝对不会只留给自己独享。他们总是习惯多添几个碗，端着热腾腾的饭菜，挨家挨户去分给那些行动不便、没人照顾的老邻居。在佛教里，这就是最纯粹的财施与无畏施。他们不需要在寺庙的功德簿上留下大名，这种充满人情味的日常分享，早已为他们积累了深不可测的福慧。当他们自己或子孙在生活中遇到难以跨越的难关时，往往能奇迹般地遇到贵人出手相助，逢凶化吉。这就是平常广结善缘、善报在紧要关头显现的不可思议力量。如果说属龙朋友的福气来自于对外慷慨的布施，那么接下来这第4个生肖狗，他们的深厚底蕴则源于对内清净的守戒，外有布施的广阔，内更需清净的持守。真正的深厚底蕴往往源自于心中有尺、行事不逾矩的守戒。这正是12生肖中最具忠诚与正直特质的狗。我认识一位在旧式电梯大楼里当了一辈子管理员的阿伯，他这辈子没赚过什么大钱，每个月领着微薄的薪水，每天穿着那套洗得发白的制服，坐在大厅的柜台后面。但他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做人原则，不是自己的东西，绝对不拿别人家的私事，绝对不听不传。大楼里住着几百户人家，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住户为了想在顶楼加盖，或者想占用骑楼的公共空间，常常会偷偷塞几千块钱的红包给他，希望他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从来不收，总是委婉但坚定地退回去，告诉对方，规定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做。大家住在一起，平安最重要。不仅如此，大楼里常常会有一些婆婆妈妈喜欢聚集在柜台前聊八卦，说哪一楼的夫妻在吵架，哪一家的孩子不学好。阿伯每次听到这些，总是低着头安静地看报纸，或者借口要去巡逻，绝对不插嘴，更不会把听到的话传给下一个人。有一天深夜，他在巡逻地下停车场的时候，捡到了一个沉甸甸的皮包，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好几叠厚厚的1000元大钞，至少有上百万。这笔钱对他来说可能是10几年的薪水，但他连一丝犹豫都没有，立刻通报了警察，并彻夜守在监视器前寻找失主。后来失主找到了，是一位急需这笔钱给家人度过生死难关的住户。失主感激涕零，要拿出一大笔钱答谢他，他依然摇摇头拒绝了，只说了句，这本来就是你的救命钱，我只是帮你保管了一下而已。他常说，人只要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这位阿伯一辈子没生过什么大病，每天吃的虽然是简单的青菜豆腐，但晚上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了，隔天醒来精神饱满，神清气爽。其实这就是最好的养生。很多人以为戒律是一种束缚，觉得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很不自由。其实佛陀制定的戒律是保护我们免于受伤的最强盔甲。不贪求不属于自己的财富，心里就没有恐惧；不说是非，不造口业，生活中就没有仇怨。无名指较长的属狗人，因为严守做人的底线，
为人忠诚，少是非。他们的心地清净透明，自然没有那些焦虑、担忧与烦恼来啃噬他们宝贵的生命能量。心安，身就安，灵魂没有重担，寿命自然长久而自在。属狗的长辈把守戒的精神完全融入了社区的互助生活中。比如许多属狗的朋友退休后，会被热心的乡亲推举为大楼管委会的委员或是领长。每当面对厂商来修缮电梯、保养水塔时，难免会遇到一些想要塞红包或送昂贵茶叶以求通融的潜规则。然而，他们坚守着不忘取的戒律，连一盒中秋月饼都会原封不动地退回去。他们常说，公家的钱一分一毫都有因果，沾不得。这种清廉正直的作风，即便偶尔会被不懂事的人嫌弃太固执，实际上却为他们挡去了无数的官非与灾厄。正因为心中没有贪念，半夜就不怕鬼敲门。也正是这种问心无愧的坦荡，让他们的神识异常清明，晚年绝对不会被病痛轻易击倒，活得既有尊严又自在。而在众生万象之中，还有一种福德藏于善巧方便的微小行动里。这压轴登场的便是懂得随喜积阴德、机智灵动的生肖鼠。他们不仅往往反应敏捷，观察力极强，更懂得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找到生存之道，并且总是默默地做事。这种特质在佛法中对应的是善巧方便与默默累积的无相阴德。有一个很温暖且真实的故事，在一个容易淹水的老社区里，有一位平凡的老阿嬷。每逢夏天台风季节，滂沱大雨总是把巷子里原本就不平整的柏油路冲刷出许多大大小小的坑洞。这些坑洞一积水就看不出深浅。每当雨过天晴的清晨，天还没完全亮，这位老阿嬷就会推着一台生锈的小推车，上面装着她从工地附近捡来的碎石子和沙土，拿着一把小铲子，走到巷口，默默地把那些危险的坑洞一个一个填平。他做这些事从不到处张扬，也没有去跟里常邀功。有时候邻居看到了，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他只会笑着说：哎呀，那些骑机车下班的年轻人常常骑得很快，家里的老父母会有多心疼啊。有一次，老阿嬷在过马路的时候，一辆满载货物的发财车突然从转角失控冲了出来，直直地朝着老阿嬷的方向冲去。旁边的人都吓得闭上了眼睛，以为一场悲剧即将发生。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那辆发财车的轮胎刚好压到了老阿嬷前几天刚填平、稍微隆起的一个小土包上，车头猛然一偏，稍微缓冲了一下，改变了方向，擦着老阿嬷的身边闪了过去，最后撞上了旁边的电线杆，司机也奇迹般的只受了轻伤。这就是佛法里常说的随喜巧善，逢凶化吉。老阿嬷表面上填平的是社区里的路，但实际上她积累的却是无边无量的无形阴德，她替别人挡下了无数的灾厄。这股强大的善业反作用力，最终也为她自己挡下了命运中致命的结束。无名指较长的属人，天生心思细腻，常常能在别人没有注意到的死角，默默给予最贴心的帮助。他们不追求名利的表扬，这些不为人知的小善行，就像是一点一滴存进无形宇宙银行的保命金。在生命遇到重大关卡、业障现前的时候，这份深厚的阴德就会化作无形的护手，帮助他们避开灾厄，一路平安顺遂地走到100岁。属的长辈最擅长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累积无相阴德。清晨4、5点，天还没亮，你经常能在社区的环保回收站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戴着斗笠，套着旧袖套，
默默地把别人随便乱丢的刺手玻璃瓶、散发异味的塑胶盒一个一个洗净分类。又或者在台风天过后，他们会带着自家的长柄镰刀，默默去把路口反光镜旁遮挡视线的树枝砍掉。他们深知佛法中善巧方便的道理，不用大声疾呼，而是用最微小的行动去保护那些每天骑着机车赶上班的年轻人。这些默默付出的汗水，全都化作了无形的护法神。这种不求回报的善行，让他们在面临岁运交替的凶险时，总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安稳度过每一个本命年的结束。听到这里，你可以发现，这5个生肖加上无名指较长的手相，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个真理：长寿不是向外求来的，而是向内修来的。这5个生肖的长辈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在红尘中为自己攒下了丰厚的福慧本金。那么，如果我们刚好不是这5个生肖，又该如何为自己修来一份安稳的百岁慧命呢？既然明白了因果与福报，我们把目光拉回现实日常。许多朋友随着年纪渐长，子女多半在外打拼，平时透天戳里，尝试独自居住。为了排解寂寞，长辈经常在早晨去传统市场买菜时跟老邻居聊天，或是下午坐在土地公庙前的榕树下喝茶开讲。聚会中难免会抱怨生活琐事或担忧老友遇到难关，看着身边人老去，心里难免升起对未来的无奈。在佛法看来，这是体验了无常，但如果每天跟着叹气聊八卦，其实是在漏掉累积的福报。安稳度日的秘诀在于转境。听到别人抱怨是非，你可运用慈悲观，在心里默念阿弥陀佛，把清净磁场回向给他们。遇到朋友心情低落，你不跟着焦虑，而是用温暖言语鼓励念佛，这便是最好的软语布施。当下的起心动念都在造就业力，焦虑与悲观会直接消耗生命能量与精气神。念佛最大的作用，正是安抚这颗不安的心。与其担忧明天，不如把握当下，把对儿女的牵挂化为祝福，把恐慌转为对菩萨的托付。当你放下执念，把每次相遇当成结善缘，心境自然柔软。只要能把每碗白饭吃出感恩，你就已在红尘中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净土。这份底气必定福荫子孙。荧幕前的你看到这里可能会想，如果自己刚好不属于这5个生肖，低头一看，无名指也不比食指长，那是否意味着我这辈子就注定命苦，没有长寿的福气了？如果你心里闪过了一丝失落，一丝无奈，请你先深呼吸，放宽心，把眉头松开。佛家有一句非常有力量，能够震撼人心的话，叫做命不可改，但因果可转。先天的因缘，生相或是生肖，就像是老天爷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发给我们的一手牌。有人的牌面好一点，一出生就拿到了一手好牌；有人的牌面差一点，可能满手都是烂牌。但是这局牌最后打得怎么样，是输是赢，全看我们自己怎么去打。先天不足，我们可以靠后天的修行来弥补；业障深重，我们可以靠真心的忏悔与行善来化解。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发生在南部一个古老庄头里的真实故事。在这个充满人情味的老社区里，有一位大家都非常尊敬的林阿公。时光倒回60年前，30出头的林阿公刚成家立业，生活过得十分艰苦。有一天，庄头庙空来了位云游的老和尚，林阿公的母亲拉着他去算命。算命先仔细看了他的面貌与宿世姻缘，眉头紧皱，叹气说：年轻人啊，你这姻缘显现为福德较薄，注定一生劳碌奔波，
存不住钱财。更麻烦的是，你寿数不长，命里有道难关，可能连60岁的寿宴都吃不到。一般人听到这话，可能当场崩溃，甚至开始怨天尤人。但林阿公没抱怨，也没花大钱去求神改运。他回家坐在门槛上抽了半包烟，看着屋里熟睡的孩子，心里反而豁然开朗。既然老天爷给我的福报不多，留在世间的日子也不长了，我又何必再去跟人计较争抢呢？不如趁现在还有一口气，多跟大家结一点善缘。就算真的只能活到50几岁，至少走的时候心里是坦荡荡的。从那天起，林阿公彻底改变了生活方式。每天清晨5点，他准时起床，拿着大竹扫把到家附近的观音庙前，默默把一地的落叶垃圾扫得干干净净。到了夏天炎热时，他会一大早在家里烧柴，煮上一大锅消暑退火的茶水。冬天寒风刺骨时，他就换成煮热乎乎的暖身甜茶。他用推车把茶搬到妙色大树下，旁边放着洗得发亮的杯子，免费给过路的乡亲和做粗工的人奉茶。每当有人停下喝茶道谢，林阿公总是笑眯眯地连声说：“免客气，菩萨保佑，大家平安健康。”他不跟左邻右舍计较，谁家脚踏车坏了或缺帮手，他总是去帮忙，从不收回报。后来儿女渐渐成家，他学着全盘放下，不去干涉媳妇怎么带小孩，不唠叨儿子换工作。儿女回来他就开心煮顿饭，儿女忙他也不打电话抱怨孤单。他的心就像那桶茶水，温暖而不强求。就这样，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位说他命薄的算命仙早已不在人世，而林阿公不仅跨过了60岁的关卡，现在已经活到了90多岁。他背虽微驼，每天依然笑眯眯在庙口扫地，逢人就说好话，身体底子比很多60、70岁的人还要硬朗。你看，林阿公的无名指或许并不长，但他用一生的善行，让自己的生命能量无限延展。这就是佛法里最核心的秘密。命由己造，福自己求。林阿公先天或许没有先天的深厚福报加持，但他用每一天的奉茶、扫地，以及那颗永远不计较的欢喜心，一点一滴把空荡荡的福报本金填得满满的。他用实际行动，把原本单薄的命运剧本改写成了一部福寿双全的传奇。在佛教中，文殊菩萨代表着无上的大智慧。文殊菩萨教导我们，真正的长寿不是在床榻上受苦受难，拖着病体苟延残喘，而是一种清明自在，能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的慧命。就算天生有好命格，有再好的风水庇佑，如果每天发脾气、怨天尤人、自私自利，再多的福报也会像破了洞的水桶一样，很快就被挥霍一空。反之，只要我们当下愿意转变心念，从现在开始不生气、不计较，多行善，像林阿公那样活得通透、活得慈悲，那么人人都能在这红尘俗世中修出属于自己的百岁慧命。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像林阿公一样，每天为自己的福报账户存款呢？其实很简单，只要在生活中做到3件微小的事情。前面我们说到，像林阿公这样每天累积微小的善行，就能存满福报的本金。回到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绝修行，不是要你立刻剃度出家，也不是规定你每天必须坐在佛堂里敲木鱼。真正的修行其实就藏在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人情世故里。这里为大家整理了3个护持慧命的日常清单，不需要花半毛钱，步骤也非常简单。只要你看完今天的分享，
立刻就能开始照着做。第一件事，守住口业，放下对儿女闲事的唠叨。我们常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很多时候，我们耗损自己宝贵的生命能量，不是因为做了什么坏事，而是因为话太多。特别是我们做长辈的，看到儿女晚辈做事不顺眼，带小孩的方式不一样，总忍不住要念几句。其实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多唠叨一句，不仅年轻人听了心烦，你自己也跟着动气。每一次的生气与摩擦，都在折损你的福报底蕴。下一次，当你忍不住想要碎碎念的时候，试着在心里默数3秒钟，把这句唠叨吞回去，在心里换成一句简单的祝福，愿他们平安顺遂，少说一句是非，多留一分福气。这就是日常生活中最好的养心之道。第二件事，睡前3分钟的关心清零。我们每天在外面，不管是去传统市场买菜，还是在亲戚朋友之间走动，难免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人，听到几句刺耳的话。有些人会把这些闷气装在心里，一路带到床上去，翻来覆去睡不着，甚至越想越气。这在佛家看来是非常伤神，极度耗损福报的。我建议你每天晚上准备睡觉前，坐在床边，闭上眼睛，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在心里告诉自己，今天发生的所有好事、坏事到此为止，把白天所有的计较、比较、委屈全都留在昨天，让身心完全归零。心安静了，睡眠自然就会好，你的生命底蕴就会越来越深厚。第三件事，微小布施的日常。很多人以为布施就是要捐很多钱，盖大庙、造大桥。其实布施可以非常微小，非常贴近生活。每天早上出门，对邻居露出了一个真诚的微笑，这是佛家说的言施。在亲友的群组里，不传播那些让人焦虑、生气的新闻，而是分享一句温暖的早安问候，或是正能量的好话，这是言施。去公园散步，看到路边有危险的碎玻璃，顺手捡起来丢进垃圾桶，避免别人受伤，这也是布施。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微小的动作，每一次的善念，每一次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你的福报账户存款，日积月累下来，这就是你晚年安稳、逢凶化吉的最大靠山。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聊了手相上的无名指，聊了5大生肖的福报，也聊了林阿公的故事。其实说到底，无论你天生的命盘是什么，长寿从来都不应该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活得久固然是老天爷给的福气，但活得清明，活得自在，活得充满慈悲，才是我们这一生真正的修行。如果一个人活到了100岁，但每天都在生气，都在计较，心里充满了怨恨跟不甘心，那样的长寿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相反地，如果我们能像文殊菩萨教导我们的那样，拥有一颗大智慧的心，把长寿当作是一场福慧双修的旅程，那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美好。生命的长度我们或许不能完全掌握，但灵魂的温度却实实在在地捏在我们自己手里。每一次你选择原谅别人，每一次你对着陌生人微笑，每一次你把心里的烦恼放下，你都在为自己的生命注入一股温暖而强大的能量。这股能量不仅能护持你的平安，还能庇荫你的子孙，让你走到哪里都带着一片祥和的光芒。看到这里，我相信你一定也是一位心地善良、与佛有缘的人。福报总是会牵引着善良的人。我在佛前也为荧幕前的你祈愿了千万遍，愿你一生都能得到天神的护佑。懂得感恩的你，必定能常常遇到贵人相助。
如果你愿意接纳这份美好的祝愿，邀请你现在就动动手指，在影片下方帮我按个赞，把这份正能量转发分享给你在乎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一起聚福气。最后，请您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下接财接好运，或者写下一句简单的祈福语。这绝对不是迷信，而是您敞开心胸，愿意接纳美好祝福的开始。当我们每个人都在留言区写下善言，这里就会汇聚成一个强大无比的正向磁场，让每一位点进来的人都能沾染到这份满满的福气。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分享，觉得这些佛学智慧对您或家人的生活有所启发，邀请您点击关注与订阅。您的每一个小小的支持，都能让这份传递善念的力量走得更远，帮助更多有缘人一同沐浴在佛法的温暖中。我们下次见。